全是我做的。兰妃初夜落红，是我让伺候的小蚊子吸走了白帕上那点可怜的血珠。柳夫人胆子比兔子还小，我扮成吊死鬼躲在她宫里梁上吓的，1个月让她小产3次，这不叫本事，叫因材施教。赵洁玉房里钻出来的那个狂徒，正是我亲手从偏门放进去。毕竟他天天跟皇上吹枕边风，说我善妒，我不得给挣点乐子。就连皇后娘娘最宝贝的那只雪猫，它那俩蛋蛋，都是我亲手拿刀嘎的。你！臣妾罪孽滔天，死不足哭，这就当场撞死，给大家助个兴。娘娘，娘娘有使不得！皇上，是他！入宫3年，这破宫斗我早玩腻了。但凡萧景霄踏进哪个新人的宫里，转头就有人组团来告我的异状。朕从来没指望你能像皇后那样雍容大度稳住后宫，可你天天搞这些上不上台面的小动作，丢的是皇家的脸。皇上，快先消消气，贵妃妹妹她呀，就是太在乎你了。再说了，不就是一顿晚膳吗？哪里就能真的饿坏了人？你快顺着台阶给皇上认个错，皇上素来宽厚，肯定不会罚你的。连半分实锤证据都拿不出来，皇后姐姐急着给本贵妃定罪。哎呦，皇后姐姐别急啊，我这不也是学着你方才的话说的？我看啊，姐姐你才是太爱皇上，急着帮他宠新人扫清障碍。后宫这么多妃嫔，人家仗你一个人的壮，不找别人的麻烦，你就不知道从自己身上多少找问题。合着我呼吸都是错的。景贵妃，你怎敢对皇上如此无礼？将军府世代忠良，难道就是这么教导你的吗？我被你克扣晚膳的事可以不追究，但你万万不能对皇上不敬啊！唧唧歪歪，嘴碎的像后院老妖，烦死了！那些虚头拉脑的请罪流程咱就省了，直说吧，你想定我什么罪？你没话说，就是我没罪。刚好我身子发沉不舒服，先行告退了。皇上，景贵妃德幸亏，罚禁3日晚膳，闭门思过7日。行，他还真的知道怎么精准戳我痛处。入宫3年，争风吃醋演了3年，我突然是真的腻了。娘娘，皇上只禁了您的晚膳，又没说不让您吃别的旁的点心，您何苦跟自己的身子过不去，硬扛着饿呀？果然啊，在宫里混还是得存够钱才行。娘娘您说啥呢？存够钱干啥呀？等以后我离宫了，兜里有钱才能顿顿有饭吃，再也不用被饿肚子吓成这样。娘娘您要离宫，这可万万不行啊！你要是走了，将军府那边怎么跟老爷交代？还有太后娘娘那边，她老人家向来最疼您，您走了可怎么跟她解释啊？我把自己最宝贵的3年都耗在这鬼地方了，还不够吗？总不能把一辈子都搭在萧景狗男人身上。你个不争气的东西！明知道我不争气，当初还非要选我入宫。你嘀嘀咕咕什么呢？有胆子大声说出来！我说姑母，您早就知道皇上他讨厌我，还硬把我塞进宫里，让我天天凑在他眼前碍眼。这3年要不是您在背后护着我，我早就被他和宫里那群人玩死了。我入宫当天晚上，他转头就跑去了柳贵人宫里，全宫上下都在背后笑话我，所有人都知道他不待见我。这3年为了讨好他，这群狐妹子什么脏水都往我身上泼。玉池子里的金粒是我喂死的，姑母您最爱的南海进贡的牡丹是我亲手救出的，连北疆打了败仗，西南闹了干山都能往我头上扣，甚至还有人嚼舌根，说朝堂门口的粪便都是我的狗拉的。他呢，他从来
来不分青红红皂白，只会指着我的鼻子骂我、怪罪我。我到底是哪门子贵妃，过得比小透明答应还窝囊？既然姑母觉得我太不争气，那您干脆放我出宫得了。这个贵妃的位置，谁爱当谁当，我是半分都不想熬了。哀家知道你受了天大的委屈，可咱们老苏家这一辈就剩你这么一根独苗苗，姑母扶持你稳住地位。就因为我生在苏家，凭什么就要牺牲我一辈子的日子困在这宫里？苏锦和，你生在这样的命，由不得你任性。景贵妃，我哪里招你惹你了？你故意拿石子砸我脑袋，我现在就跑去皇上那儿告你故意伤害。赵洁仪，你在御花园假山后面偷人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谁偷人了？这光天化日御花园里，你以为我跟你一样胆大包天不守规矩吗？别怕啊，我又不傻，也没想着去告发你。你想让我帮你做什么？我现在根本没有能和你交换的东西。我啥也不想让你帮我干，就是来夸你一句，干得太漂亮了。就是这御花园人来人往太危险，容易被巡逻的侍卫撞见。西北角那儿有个没人去的旧荒屋，偏僻得很，待着比这儿安全10000倍。好戏要开场了。我的妈呀！萧景云这狗东西，头顶都绿的能跑马了。刚才堵在假山后的野男人穿的侍卫服，我都认得出是前清宫当差的。这顶绿帽子结结实实扣他脑袋上，我憋了3年的恶气瞬间消了。朕让你闭门思过7日，你倒好，还敢私自跑出宫乱跑，你是不是把朕说的话当你这话还放屁？真没说错，你的话可不就是跟屁一样，放完就忘。是太后姑母特意差人传召我进宫续话，太后的懿旨，我哪敢不遵从？你专门堵在我宫里找我，是有什么正事要说？这整个后宫都是朕的地盘，没事朕难道还不能过来看看自己的贵妃？咱俩现在又想相验，多看一眼都是少见为妙，省得彼此都闹心。这3年困在这牢笼一样的后宫里，全靠这些话本子打发日子，不然我早就疯了。贵妃娘娘，皇后娘娘最宝贝的那只雪猫，昨天被人割了蛋蛋，娘娘在宫里哭了1整日，特意差奴才来问问，是不是娘娘您宫里的人动手做的？对，就是本贵妃亲手叫人做的。好端端的，您割了那猫的蛋子做什么呀？割下来跑酒啊，给这位一肚子坏水的狗皇帝喝，好好补补他那双眼瞎到分不清中间，脑子还被猪孔过的蠢脑子。你简直胆大妄为！禁足期间再敢私自踏出瑶华宫1步，朕直接杀无赦！婉翠，去把我挂在墙上的佩剑取来。小姐，我们逃吧，咱们连夜逃出宫，回将军府好不好？他现在早就不是以前对你好的冤公子了，我看得出来，他心里早就藏着对我们的杀意。再留在这儿，他真的会杀了我们的。你看，连向来反应迟钝的婉翠，都早就察觉到了他藏了3年的杀意。说起来，我和萧景渊以前的关系，根本不是现在这样你死我活的模样。
当年他还没登基，还是个不受先皇看重的落魄皇子，被人设计推下冰湖。是我拼着半条命跳进冰水里把他捞上来。在雪地里背着他走了10几里地回府。我绝不会让你死。硬生生从鬼门关把他的命抢了回来。只是后来他登基不久，当时掌权的前太子被打入天牢。念在前太子之前对苏家有恩，我一时心软，偷偷把人放走了。从那天起，我当年的他救命恩情就全抵干净了。你可知罪？他恨我怨我，处处针对我，本来就是理所应当的事。是纪贵妃，一定是纪贵妃干的！她嫉妒我怀了皇上的第一个孩子，记恨皇上来我宫里留宿，就偷偷查人给我下了最差的毒药，害了我的孩儿啊！皇上，这可是您盼了3年的第一个龙嗣，一定要为您可怜的孩儿讨回公道！景贵妃，你竟敢暗中残害皇嗣，你可知自己犯了滔天大罪？我一直在瑶华宫里被禁足，连殿门都没踏出去半步，这事儿跟我有半文钱关系？我家娘娘前些日子就被皇上下令禁足了，身边连个能触电的工人都没有，根本没机会往柳贵人宫里递东西。你们怎么能平白无故往我家娘娘头上泼脏水？我要血口喷人！下贱的奴才，路子会说话，什么时候轮到你一个卑鄙插嘴？皇后娘娘金口玉言，难道还能故意污蔑贵妃可否？来人，把这个乱嚼舌根的贱婢拖出去，掌嘴50！放开我！娘娘！我把婉翠从小带到大，我自己都舍不得动她一根筋头。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动我的人？你是找死是不是？简直反了你了！侍卫呢？把这个以下犯上的贱婢拖出去狠狠打！本宫今天倒要看看你敢怎么拦本宫的人！苏锦和，这里是后宫，不是你将军府撒野的地方，你闹够了没有？你放开我！我警告你，不许动婉玲半根手指头！还愣着做什么？赶紧把人拖下去行刑！萧景渊，我恨你！苏锦和，你以为我就不恨你吗？他终于倒了。算了，懒得变了。皇上，就是他！他嫉妒臣妾怀了龙种，偷偷让人给臣妾下了落胎药，那可是您的第一个孩子啊！你一定要为您可怜的孩儿讨回公道！反正每次萧景渊要定我罪的时候，从来不问我冤不冤。母后您来的正好，景贵妃残害皇嗣，证据确凿。哀家掌管这后宫几10年，你入宫才几天，你是在教哀家怎么做事？臣妾不敢。
只是臣妾怕这样偏袒下去，寒了后宫众姐妹的心。哟，皇上可真给自己挑了个好皇后，这嘴皮子比哀家年轻时候还利索。哀家当年可没这胆子当面顶撞婆婆。母后息怒，皇后一向将您视为典范，还想跟您多多学习后宫治理之道。那可别跟哀家学，哀家最擅长的就是照拂偏袒自家侄女，有失宫人的很呢。柳贵人失子，朕心甚痛，晋柳贵人为柳妃，赐珠宝绫帛各100匹，择日移居长春宫。婉翠呢？婉翠去哪儿了？昨天张嘴之后她就不见了，你们谁看见她了？回贵妃娘娘，奴婢是新饽饽来伺候的。婉翠姐姐那被带走之后，就再没回来过。婉翠从小跟我一起长大，把我从死人堆里扒出来的人，她要是出了事……娘娘，皇上歇下了。娘娘，皇上有旨，任何人不见。娘娘，请回吧。你不见我，那我就去找你。景贵妃，你这是要刺杀朕？萧景渊，你把婉翠弄到哪里去了？你把她还给我好不好？你知道对我有多重要，我不能没有她。那我呢？你把萧寒放走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我的死活？你明知道我跟他是不死不休的死敌，是不是只有我死在他手里，你才疼惜如意？不是的，韩哥哥他……你叫的可真亲热啊！入宫3年，你心里从来就没忘过他，对不对？可惜啊，他现在只能像条丧家之犬一样躲在阴沟里。你也别指望他来救你出宫，朕的人正在满天下找他，一旦找到，碎尸万段，挫骨扬灰。我不想死，我不想死。苏锦河，苏锦河，你怎么了？你松口，听话，别咬自己。你咬我，我肉多；你咬我。里面装死，你要不要脸啊？跑到本妃宫门口劫皇上！柳妃娘娘，您息怒，我家贵妃真的病了，还没醒呢，求您别叫了，行不行？哎呦！苏锦河，你再不出来，本妃现在就把你这新来的贱婢打死了，你信不信？一大早的，哪条狗在门口吠？你到底用了什么狐媚手段，把皇上从我宫里抢走的？他昨晚明明说好要来我这里，现在满宫都知道他跟着你走了，本妃的脸往哪搁？我只记得我犯了病晕过去了，是萧景渊送我回来的。
不重要了。那你自己滚去问他，少在本贵妃这里又喊又叫。苏锦河，你有什么好得意的？真以为你卖个惨认个错，他就会顾念旧情，跟你重修旧好？但凡心里有你一丁点儿，都不会为了哄我开心，处死那个叫婉翠的贱婢了。你说什么？萧景又处死了谁？你再说一遍！还能有谁？就那个从小跟你一块长大，把你从死人堆里刨出来的贱婢啊！苏锦河，你害我没证据定你的罪，那就让你的贴身丫鬟给我孩儿陪葬！你敢动婉翠，我杀了你！掐死我也救不回他。你个疯子，一个婢女而已，至于吗？苏锦河，放手！至于吗？你问我至于吗？萧景霄，当年一起被绑架的人是我，不是别人，是我。我把所有口粮全喂给了你，我饿了整整7天，饿到胃乱，饿到吐血，饿到后来落下一辈子都好不了的病。我被扔在乱葬岗的时候，所有人都走了，没有人记得那里还有一个我，只有婉翠，只有他，他一个人在死人堆里翻了一整夜尸体具尸体的饭。是他把我从坟堆里刨出来的。你知道饥饿恐惧症发作是什么感觉吗？你会疯了样砸东西、吃东西，咬自己，满地打滚。每一次发作都是婉翠陪我熬过去的。没有他，我早就死了，死在乱葬岗，或者死在某个发作的夜里。你为了红柳贵人开心，杀了他！你到底有没劲？苏锦河，苏锦河，你怎么了？传太医，快传太医！咬针，苏锦河，你咬针！他带走了他，但一切都已不可挽回。婉翠的尸体呢？阿和，别这么叫我，恶心！我问你，婉翠的尸体呢？朕让人收敛了。在哪儿？你别碰我，你告诉我，他在哪儿？城外，朕没让他进乱葬岗。好笑，真是好笑。我救过他的命，门外2个字就打发了他的一生。萧景渊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。
金礼，我养了3年的金礼，苏天河，你疯了吗？禁足解了，反正也没什么好失去的了。景贵妃，你疯了不成？皇后姐姐不是一直说这猫像本贵妃吗？本贵妃帮她换个造型，这下更像了。对了，皇后姐姐是不是还想知道你那只猫的蛋蛋是谁割的？是我割的，泡久了给皇上的，补脑子。苏清河！陛下，景贵妃恃宠而骄，祸乱后宫，若不严查，如何堵住天下悠悠众口？老臣今日以死相见。朕的贵妃，朕自己会管。你跪错地址了，去跪麦庙吧。娘娘，大消息！皇上在太和殿为了您顶掉大臣了，当着满朝文武的面说，朕的贵妃朕自己会管，可护短了。他那是顶撞大臣吗？他那是嫌大臣烦。可是皇上说朕的贵妃的时候，那语气……小丫头，少看点话底子。皇帝说朕的贵妃跟说朕的狗是一个意思，都是他的东西，别人不能动，但他自己可以随便扔。3年了，我在这笼子里待了3年了，够了，真的够了。准备一下，本贵妃要去城楼上吹吹风。娘娘，大半夜的，城楼上风大。风大才好，吹清醒点儿。苏景和，你又搞什么鬼？你不会是想跳你要死远点，别在这儿给皇上添晦气。就是，上次在池塘被封了3个月，里面的锦鲤都饿瘦了。贵妃姐姐，你要是因为被罚了数禄就想不开，那也太矫情了吧！景贵妃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大半夜把这么多人折腾来，总要给个说法。配合的真好，你们说的对，我确实干了很多坏事。兰妃初夜没落红，是我让游子吸干了帕子上的血。柳贵人1月内小产3次，是我扮鬼偷偷下的。1月小产3次，说我是母猪吗？赵结好屋内发现的狂徒，是从我宫里逃过去的。皇后的猫不孕不育，蛋蛋是我亲手割的。你够了，苏
景和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说这3年我处死的时候，想说萧景渊那狗东西从来没站在我这边一次，但说这些有什么用呢？他们不会懂，他们也不在乎。本贵妃自知罪孽深重，这就去死。一刀捅死这狗东西，省事。苏锦和，你可真行，朕还以为你真要寻死。我惜命，才不像你那么傻缺。哟，这不是我那位当皇帝的弟弟吗？怎么躺地上了？地上凉不凉？要不要哥哥给你垫个垫子？萧元，3年不见你老了，眼角都有皱纹了。当皇帝这么辛苦啊，早说嘛，我替你当啊。你给朕闭嘴！朕什么朕？你小时候尿床是谁帮你瞒着母妃的？谁是他嫂子？老婆，我错了，他对不起阿和，不配当咱师妹夫君，这别扭的蠢玩意儿才不是我弟弟。我这位航哥哥，从前做太子的时候，那是何等风光夏月、温润如玉的人物。现在呢，为了哄我师姐开心，脸都不要了。阿能，走不走？走。苏锦和，瑶瑶，我轻功不如你，腿要断了，也要好没见你了，你等等我嘛！我就知道你舍不得。一个追一个跑，一个打一个笑，倒像我以前看过的画本子。小姐，我就知道你会来。皇上说你肯定会来江南找我，他说你一定会来的。没死，我没死，皇上救了我，他把我偷偷送出宫的。皇上让我把这个交给小姐，说你来了就给你。我等了好久好久。小渊子，我在将军府时一直这样叫他，他从来没让别人这么叫过。也可能是那方面不行哦。小姐，你不高兴吗？高兴，高兴你还活着，活着就好，活着比什么都好。江南的日子比我想的舒服太多了。
姐，刚蒸的，热乎的。这手艺比宫里御厨强10倍。那小姐以后天天吃。不用早起请安，不用看人脸色，不用时刻提防谁往我头上扣屎盆菜。瑶瑶，你饿不饿？我煮了面，手擀。不饿。瑶瑶，你渴不渴？我泡了茶，明前屋里。不渴。瑶瑶，你今天真好看。有病。我有病，相思病，没你治不好。阿和，你知道小渊子为什么一定要当皇帝吗？因为当皇帝才能护住将军府，护住你。其实他小时候最大的愿望是跟你去外塞角马。后宫那些女人，他确实一个都没碰过。然后呢？你师姐亲自调查的，他每次去妃妹宫里都批一夜遭折。第二天宫女端水过去洗办，帕子上的喜是太监提前备好的喜。跟我说这些做什么？你师姐让我说的，她嫌你俩磨叽，说再不说清楚，她要亲自去皇宫把小园子拎过来跪着。她嘴硬。阿和，小园子欠你的，她自己知道。但你也别太拧巴，有些不是不想，是不敢。半年了。哎，听说了吗？皇上把皇后母族连根瞧起了，废后打入冷宫。小姐，柳贵人被诛了9族，9族啊！哦。林大案李美人那一干人等清算了店，再无翻身之日。唯独那个偷人的赵姐夫安然无恙离开皇宫了，还跟那狂徒成了亲。这倒是新鲜。我也觉得新鲜。小园子说成全一对真心人算积德。这些消息我都当笑话听，听完就忘。我去开。阿和，后宫空了，我来接你回家。